然後其實如果說有同學，如果你們習慣的話，你們也可以從上面開始畫。可是因為我現在想要教你們，就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。因為有些同學怕淹水嘛，那怕淹水，我們有一種怕淹水的方法。所以這時候你就先把你的顏料沾一沾，你不要濕濕的哦，就算有點半乾也可以。然後你就往上畫。它會乾很快，但是它吸水性也很好，所以它也吸得很快。所以這時候第一步啊，就是你們可以找那個就是不要的衛生紙，或者就是把衛生紙放在旁邊，然後你先把原本的先沾掉，好，然後你就開始先做第一次的暈，慢慢往上暈。然后这时候我会建議你们不要用水筆，盡量用水彩筆。然後有一個就是水袋放在旁邊。然後現在我這個就是用剩下的。然後你如果覺得水太多，就再洗掉一點，然後慢慢往上暈。然後這時候你就會發現這邊有很重的一塊，對不對？你就稍微沾一點水，然後你就開始，你可以用點的方法，因為它現在紙張上面是濕潤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慢慢去點它就好了。然後水筆上面的水分不要太多。然後這時候啊，我會找一個空格，然後有一個空格，然後那個空格啊，就是有一點水分在裡面啊，因為我不會滴很多，我現在就會這樣滴，然後大概滴個2滴就好了。這個很省，不用多省。好，然後這一塊，我現在就要沾一點點。然後我現在開始讓它自己慢慢去暈。然後因為像這個顏色啊，我們可以怎麼搭？就是你再來，因為紅橙黃綠藍靛紫嘛，你就在想。可是那紅色它旁邊就是紫色，也就是說它比較深的顏色就是紫色，对不對？如果上次有做色相款的人啊，就是那個我如果想要加深它的顏色，那我就沾一點點紫色。沾一點紫色，然後先在上面，因為它下面已經有帶一點那個層次的那個水，然後我就慢慢沾。所以你們的等於你們的水彩筆啊，不用很多的水分，你就這樣慢慢沾就好了，讓它自己。不喜歡這個水痕，你就要把你的那個水彩筆洗一洗，就算沒有很乾淨，就算你的那個洗筆筒的那個水沒有很乾淨都沒有關係，你就只要把你的然後稍微用乾它，然後
乾，因為我來洗這邊哦，這樣，然後再拿，因為我這邊有一張乾的衛生紙，然後你再把它粘起來，然後通常洗色效果最好的會在這一種就是棉紙上。然後因為這種袋磚呢，因為它吸水性太好，因為它太薄，所以它一下子就吸進去的時候啊，這樣子它要洗色，通常就比較效果就比較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的好哦。但是你們可以去看看，就是平常在掛的时候啊，其實我並不覺得說顏色深有什麼關係，因為如果跟你要做天然效果的時候，最好趁它濕潤度還在的時候，我們要去做這一些動作。因為我可能我的周遭啊，我現在就是用沉澱色來做，我沾一點點，我現在筆是乾的哦，就只是沾色，也就是它的水分啊，就只有水彩上面的那个水彩上面的那个滋潤度，然後我再沾一點點刚剛就是調一點點的那個沉澱色的水，然後在這邊點。然後為什麼要用沉澱色來做這暗部的地方？是因為沉澱色它整個壓下去之後，